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内山叶子女士所著的《充满毒素90%的疾病可以通过排毒预防》这本书。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有害物质在体内积累而引起的。如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超过2000万种化学物质包围的现实中，而这些化学物质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和解毒方法，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充实的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每年还有数千种未经安全性验证的新化学物质被创造出来。据统计，这些化学物质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化妆品中至少还有5000种，食品中超过3200种，农药中有500种以上，而各种产品中更是还有超过1万种化学成分。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如此庞大的化学物质群体，但这些物质通常并不会被定期检测。事实上，目前已知的有害物质中，能够进行检测的不到1%，因此我们很难知道哪些物质以何种程度在我们的体内积累。那么这些化学物质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呢？尽管许多人隐约觉得化学物质可能有害，但却不了解具体的危害。这些化学物质会抑制体内酶的活动，甚至模仿女性荷尔蒙的作用，从而导致健康问题，例如体质下降、不适症状以及男性女性化等问题。有害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不可估量，大多数疾病都源于这些有害物质在体内的累积。它们让细胞丧失正常功能，细胞间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导致细胞无法排出废物或吸收必要的营养。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身体在无意识中积累了比排出更多的毒素，这些毒素可能已经传递给下一代，让新生儿的身体一出生就受到损害。受损的身体会对以往无害的物质产生过度反应，甚至对极少量的刺激也会出现症状。如今，孩子们的体质变得比上一代更脆弱，过敏、情绪失控、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等现象越来越多见，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增加，也与这些有害物质脱不了干系。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担忧过于夸张，认为自己暂时没有问题，或者与自己无关，但正是这些人，更应该重新审视周围的有害物质，通过避免暴露和积极解毒，为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负责。完全避免有害物质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们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小小的调整，逐步进行解毒，从而过上更加健康、充实的生活。那么，你是否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呢？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您的周围充满有害物质；第二，如何正确、安全地持续进行解毒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您的周围充满有害物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大量化学物质和有害物质的包围中。这些化学物质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食品、住宅、衣物、清洁用品、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甚至药品中。例如，含香氛的洗衣液、抗菌涂层的拖鞋、保质期较长的便利食品、轻便且不易碎的塑料瓶、高品质的洗手液与色彩鲜艳的化妆品。虽然这些物品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含有的有害物质却在无形中损害我们的身体功能，降低排毒能力，甚至引发糖尿病、发育障碍、认知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多种癌症。食品中的有害物质：一、农药。农药不仅抑制酶的作用，还会杀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许多进口食品在收货前甚至会使用超出日本标准的农药。二、养殖水产品和家禽饲料。这些饲料中常含有转基因成分和抗生素。鱼类和肉类的加工产品中可能也带有这些残留物。三、水和土壤的污染。现在的海洋、河流和湖泊中充满了有害金属以及放射性物质。大型鱼类如金枪鱼、海藻等可能已经积累了这些毒素。农药、工业排放物和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污染会通过土壤进入我们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
4、食品包装中的隐患。食品接触的塑料瓶、保鲜膜、塑料餐盒、发泡聚苯乙烯托盘等，常因热水或高温释放有害物质，特别是即食方便食品的包装中更为明显。空气中的污染物，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问题也不容忽视，如 PM2.5 和车辆、飞机排放的尾气，这些微小颗粒物会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对健康造成长期威胁。通过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身边隐藏的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危害。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正确的方法安全地进行解毒，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等各种有害物质潜伏在我们周围，这些物质甚至通过呼吸就能进入体内。这不仅仅是室外空气的问题，室内的空气也存在有害物质的威胁。例如，新建房屋中常见的墙纸胶、新家具的油漆、玩具或塑料制品中的二恶英，清洁建筑物时使用的消毒剂、白蚁防治剂以及清洁剂等，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入体内。虽然列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但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各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的呢？有害物质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体内，甚至在体内代谢后还可能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例如水银、铅、镉、砷、铝等有毒金属，以及石油产品等被称为有机污染物的合成化学物质。我们每天都在无意中将毒素摄入体内，例如通过饮用水、淋浴或洗澡时经由皮肤或呼吸道吸收，通过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进入体内，通过含有加工食品、添加剂、农药或土壤污染物的食品进入身体，甚至通过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用品渗透入体。毒素可能通过伤口进入，也可能通过皮肤或黏膜吸收，或直接通过呼吸进入血液。仅仅是日常生活，就让毒素不断被身体吸收。人体本身有一定的排毒机制，例如通过尿液、粪便、汗液或呕吐将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毒素都能被完全排出，总有部分残留在体内。如果将人体比作一个水桶，这些毒素就像不断注入的水，如果排毒能力不足，水桶会溢出，而这往往会导致癌症、自身免疫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各种健康问题。那么现在您的毒素水桶已经装满多少了呢？毒素的积累程度和症状因人而异，受到种族、年龄、生活方式、压力、性别、基因差异、肠道环境、过敏体质和排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您感觉自己的水桶里毒素已经累积过多，那么请详细了解如何正确且安全地进行排毒，并积极付诸实践。对一些人来说，排毒后身体状况可能会有焕然一新的改善。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我将为大家讲解如何正确、安全地持续进行解毒的方法。如同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各种有害物质与许多症状和疾病密切相关。当我们出现症状时，意味着有害物质已经在体内积累，影响到我们的排泄能力。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暴露在这些毒素的影响下。为了减少它们的影响，预防疾病的关键就在于避免毒素的积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症状或生病的人来说，避免摄入更多毒素并通过排泄将其排出体外，便是改善健康的有效方法。减少体内现有毒素的积累，有助于疾病的康复。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介绍解毒的方法。首先，想介绍解毒的3个基本原则：一、尽量避免有害物质；二、让身体变得不易吸收有害物质；三、如何从内在帮助身体更容易解毒。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这3个原则来进行解毒。我们来解释第一个原则：尽量避免有害物质。为了避免有害物质的接触，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首先要检查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是否存在问题，例如，住在以下地方的人需要特别注意：是否住在高压电线附近，或附近有电波塔；以前是否是工厂所在地；土
土壤是否被污染，是否靠近曾经或现在是垃圾填埋场或污染的河流，是否住在靠近核电站的地方，附近是否有农药喷洒，是否住在排放气体严重的高速公路或交通繁忙的道路旁，是否在工厂排放物多的区域，这些环境因素都非常重要。请务必检查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是否存在问题。过去由于工厂废弃物和排水的规定宽松，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且这种污染至今仍对我们产生影响。即使是几十年前被禁止使用的 PCB， 至今仍会在很多土地中被检测到。如果您住的地方存在这些问题，作者建议考虑搬家。如果搬家不可行，那么至少应该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如果高压电线与自家之间有较大的建筑物，电磁波不直接影响到家里，那就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有电磁波问题，也可以使用相关的防护产品。此外，水问题也很重要，必须确保水通过过滤器。当空气污染严重时，尽量避免开窗，避免晾晒床单和衣物在外面。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需要时刻注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家中的环境。对于全职主妇和孩子们来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因此家居环境尤其重要。新建房屋常常使用的新建材和家具中可能释放有害物质，比如新地毯和胶水中的甲醛、许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建新房时，应尽量选择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和粘合剂，避免使用含有害物质的地毯等。在搬入新居之前，应充分通风，使用具有空气净化作用的碳或植物净化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于旧房，可能存在霉菌和旧油漆的问题，这些也需要特别注意。在美国，旧油漆中可能含有铅，儿童若误食油漆，可能会导致铅中毒。此外，日本的气候容易滋生霉菌，霉菌产生的毒素霉菌毒素会引发哮喘及其他多种身体不适。尘螨和室内尘土也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如果住处的环境非常差，作者建议考虑搬迁。如果搬迁不可能，可以通过改善排水系统或进行房屋翻修来解决。针对霉菌问题，定期通风是有效的，可以放置空气净化器，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一次，哪怕只有5分钟。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如何尽量减少摄入有害物质。选择食物和饮料时，尽量避免含有添加剂的产品，减少食用速食、便当等加工食品。外出时，选择了解食物来源的餐厅，尽量避免摄入化学物质或转基因物质，养成查看产品标签的习惯，尽量选择含添加剂较少的食品，同时避免食用容易引发炎症的食品，如小麦、乳制品、加工食品和糖类。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2个原则，让身体变得不易吸收有害物质。我们天生具有一定的屏障功能，可以阻止有害物质进入身体。然而，这些屏障功能有时会失效。炎症是导致屏障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炎症会使受影响区域发红、肿胀、发热，并伴随疼痛。炎症发生时，我们的屏障功能受到损害，导致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体内。因此，控制炎症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减少炎症，首先应避免食用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如乳制品、糖、小麦制品、加工食品和化学调味料。还应该避免导致肠炎和鼻炎的食物，尽量食用易消化的食物。此外，防止口呼吸也非常重要。口呼吸会导致口腔干燥，进而促使细菌滋生，导致喉部和鼻腔黏膜问题，进而引发咽喉炎、牙龈炎、虫牙等问题。因此，应尽量保持嘴巴闭合。讲话多、唱歌或运动时容易口呼吸的人，应特别注意，鼓励自己及孩子意识到用鼻呼吸的重要性。此外，定期使用牙间刷等工具清洁口腔，进行口腔护理，进行鼻腔冲洗，保持鼻呼吸。牙齿护理方面，应定期去牙医那里清理牙石和牙垢，治疗牙周炎等问题。
如果有虫牙，绝对不要放任不管，避免使用金属补牙。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3个原则：如何从内在帮助身体更容易解毒。首先，管理压力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焦虑、愤怒、不安和恐惧等心理因素都是巨大的压力来源。强烈的压力会使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导致身体进入应激模式，肌肉紧张，血管收缩，血糖升高，以便让身体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这样，副交感神经对包括排泄器官在内的内脏功能的提升作用会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交感神经被激活时，肾上腺皮质激素会被分泌，导致血管收缩，血流减少，炎症发生，解毒和排泄能力下降。压力会抑制与解毒和排泄相关的许多基因的功能。在现代压力社会中，交感神经容易占主导地位，但我们应该尽量放松，保持副交感神经的主导地位。目前，正受到关注的正念冥想、瑜伽、芳香疗法、旅行、散步、深呼吸、森林浴等，都可以作为个人的压力缓解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压力缓解方法，避免强烈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为了更容易解毒，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受到干扰，生物钟基因就会被打乱。这个生物钟基因控制着解毒过程，也就是说，如果睡眠出现问题，解毒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如果睡眠有问题，首先要检查卧室环境，睡前最好避免看电视、使用电脑或手机等。接下来，我们要讲解如何通过出汗帮助体内解毒的重要性。汗液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会被排泄出来。研究表明，汗液中可以检测到吗啡、可卡因、安非他命等药物，以及重金属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这种排泄作用是汗液特有的，在泪水中无法发现。因此，出汗是一种具有排泄功能的过程。通过运动或桑拿流汗，能够帮助解毒。加热不仅仅促使汗液排出，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从全身回收有害物质。同时，淋巴液的流动也会改善，白血球可以被输送到局部区域，进行有害物质的处理。良好的循环系统可以确保氧气和营养物质遍布全身，提高局部的代谢。入浴和足浴对这一过程特别有帮助。每天泡澡是非常推荐的。作者的诊所提供了拱形桑拿和足浴设施。通过这些措施，定期流汗，提升体温和血液循环，打开毛孔，加速解毒过程，最终身体会感觉轻盈，恢复活力。例如，因伤而长时间无法活动的脚踝能恢复活动，原本充血和暗沉的皮肤变得更加红润。桑拿和岩盘浴也很有效，但作者建议日常入浴作为首选。通过入浴，水压相当于全身按摩，有助于将血管外的水分和废物返回到血管中，促进排泄。进一步加热可以扩张血管和毛孔，增加血流，促进排汗。在沐浴时，可以加入浴盐、美颜、重碳酸盐、芳香疗法、氢气等，这些都会帮助增加汗液的持续性，进一步促进排毒。近年来，许多人仅用淋浴而不泡澡。然而，泡澡不仅仅是为了清洁身体，它还有助于平衡自主神经，养成出汗习惯，改善解毒和淋巴流动等多种效果。每天泡5分钟澡就可以。因此，建议大家泡澡。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外部的方法来温和地帮助解毒，请避免使用药物等强力解毒方法，这些会迅速使体内的毒素流动，从而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如果排泄功能不足而有害物质沉积在细胞内，这些毒素可能会在全身流动，造成更多的炎症或损害。因此，应该从温和的解毒方法开始。作者建议，解毒可以先从日常生活中可以改善的方面做起，然后再考虑使用补充剂。补充剂不应该是强效的解毒剂，而是帮助提高身体的排泄功能。例如，可以选择帮助身体恢复弱碱性状态的饮食，
补充有助于排除有害金属的矿物质，如锌、硅、镁等。积极摄入含矿物质的水和食物，还可以通过饮食益生菌和益生元等来增强肠道健康，保护肝脏和肾脏。当身体做好了解毒准备后，可以考虑积极的去除体内的有害物质。接下来，我将重点讲解补充剂的使用。利用补充剂是一个好的方法，例如叶酸就是一种有解毒作用的补充剂，其他的 B 族维生素也有助于解毒。还有一些报道表明，废石和活性炭如木炭能够吸附有害物质，帮助排毒。活性炭常用于肾脏功能不佳的患者，它通过吸附肠道中的有害物质，帮助排毒，因此在治疗肾衰竭患者时常被使用。还有如姜黄等抗氧化、抗炎的草药，许多香料和草药还有能够支持各个器官并促进解毒的成分，其中姜黄是最具代表性的。而螺旋藻除了提供丰富的营养外，还被指出具有解毒作用。选择适合自己的补充剂，找到温和且可持续的解毒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使用补充剂时，要注意不要过量，如果出现强烈反应，应该停止使用。从天然的、温和的补充剂开始，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产品。即使我们小心地吃天然食物，仅仅呼吸空气也会每天吸入有害物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尽量改善饮食习惯，并注重积累细微的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